根据目前的线索，可以确认，受害者至少有10名。凶手先将尸体的皮肉进行处理，再从每具尸骸当中各取出一部分，拼成一个人形，丢弃到城市的各个地方。但是最奇怪的是，10具尸骸，10名受害者，我们都没有能够提取出 DNA 来确认死者身份。我再捋一下，嫌疑人刘媛媛，身高1.7米，体重根据她的同事描述大概在100斤左右。我们在其中一个抛尸现场发现了她穿过的衣服，而且我们已经知道她在超市有购买强力溶解剂和刀具的行为。这些骨头都很完整，分全树枝，在骨头上附着的也很完全，这要求凶手处理尸体的手法非常高。刘媛媛，她没有任何相关的专业知识，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一个人要肢解10个人，还要在短短的4、5天当中溶尸、分尸，这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齐法医说的对，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这么繁复的分尸、抛尸，没露出一点马脚来，别说刘媛，这神仙也办不到啊！现在这里面的疑点确实太多了。刘媛媛家附近住的隔壁邻居都挨得挺近的，如果他要将10个人杀害分尸，很难想象那个地方是第一现场。而且所有的抛尸地我们都去检查过了，没有任何相关的血迹，还有相关的凶器。这就说明这2个现场，压根儿就不是案发的第一现场，也可能说明刘媛媛根本就不是凶手，只是凶手推出来的一个迷雾阵，让我们混淆视听。会不会是团伙作案呀？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根据各路报案人的时间推理来看，凶手是在短时间内，甚至是一夜之间完成了所有的抛尸动作，这也很符合团体作案的推论。大家看啊，他们选择的抛尸地点都是这个，比如说桥下呀、公园的小树林啊，要不就是这个废弃工厂，这全部都是监控盲区。这说明嫌疑人是经过了缜密的思维判断，最后挑选出这几个抛尸地点的。那北山上那对情侣所找到的手骨和脚骨，会不会是嫌疑人抛尸的最后一部分？不然他为什么烧掉衣服？我记得第一个报案的保安说，他有看到有一个人影。他是觉得自己曝光了，才在抛尸完成后烧掉衣服。就像刚才老万说的，这是一起谋划缜密的犯案。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找到刘媛媛。刘媛媛她居住这环境是个老旧的小区，我们只找到了仅存的一段监控录像，上面记录了刘媛媛4天前最后出现的时候，身上穿着的就是那件红色的外套，背着黑色挎包。刘媛媛在监控中消失的尽头呢是个小巷，巷子后边呢就是夜市，夜市里边没有监控探头，夜市里边很多个出口，这些出口呢连通的大路上都是有监控探头。如果我们想找到刘媛媛最后的影像信息，这个排查工作难度太大了。这工作量，别说把全队的人算上，就算把区里所有派出所都算上，这也得10天半个月。有没有一种可能，刘媛媛根本就没有走出夜市？鉴于案子的性质非常恶劣，局里决定成立专案组，集中力量侦破此案。为了提高时效，局里决定齐思哲加入专案组，协助你们工作。是。哎，你好，请问一下，您见过这个人吗？没见过。确定没见过？好，谢谢。去那边看看吧。这人见过吗？没见过。
什么新线索啊？喂，韩队，老万刚才去走访了山洞附近的村民，说是当年有一个没有登记的野剧组曾经在那拍过戏。这些蛛网还有蚕蛹以及那些人偶都是没有带走的道具。我们已经核实过了，确实有这么回事。剧组的美术已经把图片发过来了。照片。好。齐法医。剧组发过来的照片。很棒，剧组本来用的是普通的蜘蛛网，但是凶手却改成了漏斗中独特的漏斗状蜘蛛网。这个叫做漏斗蛛，剧毒无比，一个成年人被咬，15分钟之内就会死亡。漏斗蛛是目前已知的3万多种蜘蛛当中毒性最强的一种。我推测，凶手应该是在模仿漏斗蛛不是杀人。你有什么依据啊？朱队，你把视频打开，我来告诉你。你看这里，这2个针孔是平行的，针孔附近的皮肤组织都已经受到了损坏，这应该是被注射了生物神经毒素之后留下的痕迹。还有这里，这2个窗口，从口径来分析，应该是用 PVC 管一类的管状物体刺入体内所造成的。死者的内脏有被强盐酸溶解过的迹象，应该就是通过这2个创口注入到死者体内的。这种手法就是在模仿蜘蛛用口气扎入猎物体内，分泌消化酶，消化猎物内脏的进食方式。只不过凶手用强盐酸代替了消化酶。所以是因为凶手模仿蜘蛛捕食猎物，才会用保鲜膜裹尸体。用保鲜膜和酒精包裹尸体，可以隔绝空气，起到防腐的作用。虽然凶手是在模仿蜘蛛杀人，但是真正的死因并不是这些，而是在这里。你看到耳朵后面的针孔了吗？我在医科大学上解剖课的时候，学校为了让实验用的兔子死得没有那么痛苦，往往都会在它们的耳朵后面打空气针，造成静脉空栓。而这种手法对人也同样适用。凶手为什么这么做？人都已经杀了，为什么多此一举？蜘蛛毒和强盐酸还不够吗？从血液凝固的情况来看，凶手应该是先注入了神经毒素，但是死者并未死亡，所以他才又打了空气针。懂这种事的，也应该有医学背景吧？目前一切都还只是推测，具体的还是要等毒理鉴定结果出来之后，才可以判断究竟是不是漏斗蛛的毒素。现在那个女孩还在凶手手里，我们必须得找到她。安顿，这有线索。在昨天晚上的8点17分，报警平台接到了北山猪肉铺的报案。附近民警赶到的时候，报案人黄浩，也就是猪肉铺的老板，已经死亡，凶手和疑似被绑架的女性消失。我们在附近的山洞里发现了一具女性的尸体，也就是残检里的死者。死者腹部有明显刀伤，深达子宫，造成子宫严重扣损，疑似有仇视女性的倾向。死者的腹部上面还有一道死后留下的伤口，长大约20公分。另外，从死亡时间上看，死者跟被绑之人应该不是同一个人。这是我们在北山山洞里找到的这节绳索。根据鉴定科的同事报告，这节绳索上面的 DNA 并不属于我们在残检里面找到的那名死者。同时，你们看这节绳索的断面很新，在旁边的石头上我们也发现了这节绳索的纤维，所以极有可能是凶手将人囚禁在了山洞里，而受害者用石头磨掉了绳索，自己逃到了猪肉铺去求救。
但是不幸的是被凶手发现了，所以凶手就追到了猪肉铺，杀掉了猪肉铺的老板，同时带走了受害者。综合以上我们得到这些线索，这名被掳走的女性很有可能还在凶手手里。这名死者的身份已经确认了，她叫叶莹莹，今年25岁，是一个营销公司的公关。在8月1号的时候，她的家属报过失踪。她已经失踪快1个月了。对，这段时间有接到过勒索电话吗？没有接到过任何电话。其他分局的同事也去查过叶莹莹的住处，没有发现任何钱财被盗或者被绑架的痕迹。其实他们也一直在调查这起失踪案，只不过是被我们先找到了尸体。跟他们打声招呼。这起案子现在由属级管辖，我们负责侦办。好，人偶有什么线索吗？人偶里的内脏已经确定是牛的淋巴、肺以及肠道，目前正在进行进一步的检查。凶手很有可能有医学相关的背景。凶手有一定的医学知识，心思缜密，追求仪式感，有一定的心理问题。那些人偶应该是他的练习作品。练习？你是说拿活人练习蜘蛛捕猎那套？这是典型的反社会人格。那个宋亮审了吗？审了，他一直说他没有杀人，只是偷东西。监控视频，我们也根据了其法医的解剖结果和现场勘查的技术比对，也证实了他确实没有杀人的嫌疑。没错，我们对比了现场所有的脚印，可以证实宋亮还没有离开过2楼。那也就是说，我们现在除了2名受害人，其他线索几乎为零。从案发到现在已经10几个小时了，我们现在还无法确定受害人是否还活着。我们发现死者的时候，手脚都是被捆绑住的，凶手应该先囚禁了死者一段时间，才下的杀手。还有机会。自然界中的生物往往都有自己独特的行为模式。如果凶手真的是在模仿蜘蛛杀人，那么他的囚禁行为以及犯案周期也应该有固定的模式。小心，这是我们在山洞当中找到的日历，8月1号这天做了标记，而8月1号正好是叶莹莹家属报案的时间。下一个标记的时间是在8月14号，中间正好相隔13天，正好符合我尸检之后得到的叶莹莹的死亡时间。如果圈代表绑架，叉代表杀人，那他8月17号又绑架了一个人，下一个杀人时间会是8月30号。如果你推断的没错的话，那我们剩下不到3天时间。我们不管想什么办法，必须要把他救出来。小李，你负责把案发现场周边能找到的监控视频都找出来。不管是店里的、周边公路上的，只要有经过的汽车，只要有行车记录仪的，全部想办法调出。还有，受害者从山洞里逃出来的路上也要被拍到，找到他，必须知道他是谁。老板，你再去现场，看看有没有更多当晚的目击者，把能问的都问了。山洞周边的居住点也不要放过，凶手在那里囚禁人这么久，这1、2个月有什么奇怪的地方，都要问到。叶莹她平时上班状态怎么样？秋苏，你去调查调查叶莹莹公司的同事跟家人，看看之前有没有什么遗漏。有什么爱好吗？比较爱打扮，爱美，好像经常做医美。资料，那边肉铺比较偏僻，附近5里之外都没有监控，
天黑之后就没有车经过了，所以交警那边也没有任何线索。喂，小苏，什么情况？维安队，我现在叶莹的公司，她同事说她没有男朋友，平时也比较喜欢爱打扮，喜欢做医美。我看之前齐法医的报告里有标出叶莹莹的下颚有微小的针孔印，会不会是做过医美的痕迹？医美？那些人殴你的内脏鉴定结果出来了，确认是病牛的内脏，疑似是牛结合并。行，我知道了。团结路派出所来电话，有人报失踪，根据他们的描述，很符合咱们失踪案的受害人。我去一趟。陆队，你跟秦法医跟进一下。好，走，齐法医。你女儿什么时候联系不上的？一直都有微信联系，她还给我们发语音，给我们打电话。但是最近这1个多月，她只打字，我们给她打电话，她也从来不接。前几天她爸过生日，她都没回家，我们觉得奇怪呀，就到合成来看看。这10天前呢，我们还微信联系过，说要来看她，她还说好呢。微信记录吗？啊。你看，结果我们去他家也没有人，屋子里都落了一层的灰。我们去他上班的医院找他，才知道他已经离职1个多月了。你们到合成来，他联系过你们吗？我们来了1个礼拜了，结果根本就没找到他，我们就来报警了。1个礼拜？对。生物研究学院那边现在已经排除了，附近的大学里只有这个农业大学正在做牛结合的相关研究。省里已经很久没有爆发过牛结合并了，这一例可能只是个案。还有那些内脏，虽然已经被盐酸腐蚀得很严重，但还是可以看出有手术刀处理过的痕迹。牛结合并通过空气飞沫、尘埃传染，其主要感染呼吸道，其次是消化道。1个半月前，系里确实做了有关牛结合并的实验，但是我们的样本做完实验后都无害化处理了，不可能流传到外边去。那会不会有学生偷偷带出去呢？不可能。王教授，这是组织切片，麻烦您根据组织切片帮我们确认这型的结合杆菌是不是与你们实验所用的相同。还有参与这个实验的所有人员名单，也麻烦您给我们提供一下。你们的意思是怀疑这事儿跟学校有关？王教授，您知道学校里有没有人养蜘蛛？你女儿怕蜘蛛吗？蜘蛛？啊，蜘蛛。小七小时候最怕蜘蛛了，家里面有个小蜘蛛，她见了以后几天都不敢回屋休息的。这个问题跟我们小七失踪有关系吗？没有，没什么。行，我们问的差不多了，有什么消息通知你们。二位，请跟我去补充一下笔录。哎，这时间要得很长吗？小七的朋友还在下面等我们呢。朋友？哦，对了，是这样的，我们去小七家的时候呢，碰到了他，他非常热情的送我们过来的。
江飞家的血迹对比报告，这次没问题。赵医师，没想到我们会在这里见面。鉴定结果出来了，你的血液跟我们在江飞家发现的血液匹配。你是为了你的女儿赵一寡才杀了江飞吧？我之前抓过江飞，他贩卖一种叫原钻的毒品，害死了不少人。我们做过调查，你之前在猎场工作，那个时候你女儿16岁，有一次她在鱼缸里割腕自杀，发现以后救了过来，但是变成了植物人。从她的体内检测出了大量的毒品，主要成分就是原钻。你听说过一种毒品叫原钻吗？我以前验过很多死者，都是死于它。印象里面最后一桩，是一个16岁的少女，因为吸食原钻造成脑损伤，变成了植物人。你就是在那一天听到江飞的名字。江飞这个家伙狡兔三窟的，他具体在哪个窟，得你们自己一个一个去找。你假扮张璐，接近江飞，制造给他下药的机会。一个左撇子，一个右撇子，有人冒充张璐。你在酒吧哄骗江飞，吃下了头孢。在我们抓到张璐之后，你利用你的职能，嫁祸给张璐，为了洗清自己的罪名。对吗？如果张璐的血迹跟我们在江飞家采样的血迹吻合，那他就最有可能是杀害江飞的凶手。你用张璐的血替换了江飞家的血液样本，诬陷他是凶手。你做这一切都是为了掩盖你杀害江飞。所以江飞的死亡时间是在凌晨4点，而且我查了，那天晚上根本没有订面。凶手必须从现场把这把刀带走，那就表示那把刀刺伤的不是死者，是凶手。你还记得赵一麻吗？现场有找到把刀吗？痕检组采集到了很多残缺、无序的指纹，初步推测大部分都是日常生活痕迹。在尸检中，你发现了江飞手腕上的荧光字。你杀秋兰子是因为他看到了耶娃的字样吧？你担心我们一旦掌握了这个字样，就会追查到你的女儿赵一吧？
就会暴露你的杀人动机。如果被警方抓到，你就没法带你女儿出国，寻求其他的治疗机会。相机里的照片也是你删除的吧？为了不让事情败露，你在秋兰子的胃药中加入氰化钾，害死了她。江飞害死了我女儿，她死有余辜。那张璐呢？你诬陷无辜的张璐，你就问心无愧吗？还有秋兰子，秋兰子又做错了什么？她只是身为一个法医，履行了法医的职责，难道她就该死吗？杀你女儿的不止江飞一个。他是一个好医生，他救别人，却没时间救我。这是你女儿自杀之前空间的最后一条状态。他是一个好医生，他救别人却没时间救我。过去有多美，就有多后悔，没能保护谁。错了别说对，都是犯的罪，哪怕是误会。却不能赎罪。假如是因果轮回，将彼此在深夜忏悔，读他人的罪，恩怨是非都是似是而非。谢谢韩队。江飞的案子也算是破了。我来合适这么久，还没有请大家吃午饭。过两天我多多，也算是给秋兰子送个别。那我替大家先谢谢韩队。对了，也请你帮我谢谢齐法医。秋兰子的案子，他辛苦了。我知道你跟齐法医过去的关系很好。你们现在这样，是因为原钻案吗？我现在跟他就是刑警队长和法医主任关系，你放心，不会影响工作。我知道，我先去写结案报告了。
案已经结束了，你为什么还紧咬不放？韩风，我跟你说过很多次了，你以为被你击毙的李明是毒尸，但李明他从小患有小儿麻痹，他的左脚是瘸的。可是当年，在现场，从那辆车里边出来那个人，他根本就没有瘸，所以我能很肯定，那个人根本就不是李明。小飞的死你根本就没有查清楚。李启、江飞，他们就是当年那个案子的线索。你就是为了这个来的合成？当年我在车里只发现了李明的 DNA， 而你是在昏迷的状态下看到有一个人，你的直觉还有你的记忆都是不准确的。齐思哲，你只是没有办法说服你自己。原钻案已经过去了，你只是不愿意面对现实。谁？求求我！姑娘，你没事吧？来，坐坐坐。别怕，我这里安全的很，我已经报警了，警察马上就会过来，你就先在这待着啊。你怎么伤成这样了？你听不听得到我说话？你看，我就说警察很快就来吧，你等着啊。不要！你放心，没事的啊。是警察吗？你们来的还挺快。我的眼睛！你谁？对不起，白局，赵医生的问题我们没有发现，这个我需要检讨。这不是你一个人的责任，我们大家都没有想到。接下来你的任务还很多，我希望你迅速调整好自己的状态，继续努力工作。知道了。对了，白局，韩队还有齐法医，他们过去是不是发生过什么事？总感觉他们的关系有点奇怪。进来。白局，部队有新案子，已经通知韩队和齐主任了。我先去了。好。
韩队，什么状况？死者叫黄浩，是这猪肉铺的老板。我们8点17分接到报警电话，电话里他说有个女孩跑到他家，好像受到了什么惊吓。等我们8点37分赶到的时候，人已经死了，别的就没什么了。那女孩呢？没见到。